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能美漫仙贝森家第14季第18集。又是一年一度圣诞节，辛普森家穿戴整齐，挨家挨户唱圣诞歌。不过他们的祝福并没有得到好心的对待，秃头放出了几只猎狗，阿克夫子觉得很难听，律师又更不必多说了，直接说他们唱歌侵权。圣诞节居然不让唱圣诞歌了，这就奇了怪了。律师表示他们可以唱公有领域的圣诞颂歌，比如哦，圣诞树、耶稣、人类渴望的喜悦。众所周知，这些歌都很难听。辛巴表示自己写的都比他们好，听他这么说，律师让他回去自己写，只是不能用 A 小调或者 G 调，因为是迪士尼的。回到家后，辛巴又马上动手写歌了。12月的圣诞节，给我一堆礼物吧，来吧来吧来吧！弗兰德听到动静后凑了过来，得知辛巴在写圣诞歌，就顺势坐在了一起。只是刚唱一句，就被辛巴给扔了出去。仅是这样还不够，辛巴还用水管去喷他，不料水还没有抵达弗兰德就被冻住了。倒是他生气的掰断水柱后，把自己给冻住了。辛巴现在是气急败坏，把写不出歌的锅全都扣在了弗兰德身上。骂着骂着，他突然觉得有灵感了。每一个美国人都恨他们的蠢货邻居，他就是弗兰德，一个大帅人。无论他的本来面目，弗兰德就是他的名字。辛巴谱写的歌朗朗上口，不久就在酒鬼间传开了。这天，他正酒吧里和朋友们一起唱，大卫·班恩突然前来造访。他说自己一直在搜索春田镇本地的音乐，直到听见辛巴的长恨歌。辛巴听说有人喜欢，立刻就让大卫买盘磁带。大卫拒绝了，但表示愿意和辛巴合唱，把歌推向全美。于是辛巴和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录制，完整的配乐加上大卫的加盟，这首歌迅速火遍春田镇，就连弗兰德本人也在听这首歌。歌曲火了之后，电台就开始没日没夜的重复播放。终于有一天，辛巴忍受不了了，这一个又一个的版本仿佛没有尽头。事实上，辛巴自己都开始讨厌了。辛巴提议可以外出旅游一段时间，避开听到这首歌。刚好家里就有辛巴从旅馆搬的宣传册《气球之旅》《蜡像馆之旅》《好兄弟牧场》。小新发现牧场没有电视和收音机，这样一来就不会听到辛巴的歌了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辛巴当即决定就去牧场。此时牧场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听牛仔介绍，原住民过的是土生土长的农场生活，所以是绝对不会有因特网这种东西存在。这时小美看到一个指示牌，在这1881年的战场上，56个印第安人失去生命，4位勇敢的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帽子，这居然是专为帽子立的碑。小美对这农场好感全无，到处上演着虐待动物的遗俗和对土著人的欺压。小新来到马场，好半天都爬不上马背，于是周围人都开始嘲笑起来。小新也不再自己尝试，直接换了副可怜兮兮的语气说：“爸爸，我要上马，来了，宝贝。”小美是一刻也不想待在此处，看到哥哥已经骑在马背上，她直接气得准备回房，还没走出2步就被一个人给叫住了。男孩跳下马，在他脚下拿起了一颗蛋，踩碎响尾蛇妈妈的蛋，他会很生气的，把蛋放好。男孩才开始自我介绍：卢克，初级牧人。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关心动物的人。谢小梅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。互相介绍之后，卢克邀请谢小梅一起骑马。虽然眼前的白马看上去真的很期待被骑，可谢小梅还觉得让他自由自在会更加高兴。卢克对此有些遗憾，毕竟他还想找人帮忙举着严禁打猎的牌子。听到这里，谢小梅立刻同意了。此时辛巴他们正在外面野餐，土著人突然来到了这里，询问他们要不要带着曾祖父的头饰照相，5美元1张，12美元3张。小新很奇怪，因为他们一向靠地吃饭，怎么会出来卖照片？事实上，他们确实可以依靠土地，可后来海狸把地给淹了。至于为什么不将他们赶走，那是因为海狸是他们的神。辛巴一听，那正义感蹭蹭往上涨，你们是我大美利坚的客人，海狸不能这样对待你们。其实倒也不是他突然就转性了，只是想赶走海狸之后，能在此地修建赌场。他想法得到土著人的同意，表示一旦实现，赌场永远对辛巴早餐免费。如此双方的合约也算达成了。之后，辛巴带着儿子们正式开干了。然而还没有踢走几根枯枝，就被海狸盯上了。那些小家伙扑倒辛巴，就开始乱啃，还是一旁的小新用绳子吊住他的脖子才救了他。刚逃出去，辛巴就不安分了，再见了，愚蠢的海狸！怎料绳子断了，他又被一窝蜂的海狸包围了。此时的辛小梅倒是一副岁月静好，他现在很感谢卢克让自己重拾了对这个地方的信心。卢克告诉他，现在的西部已经全部改头换面了，在这里他们很尊重如牛似马的美国佬。正说着，前方的木桶突然出现了牛舌头，卢克就想调转方向，怎知又看到牛仔把枪对准了鸡头。卢克没了办法，只让辛小梅抬头看云，怎料天上的可爱的小绵羊也被斧头斩了手。想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可真难啊！母女俩泡温泉的时候，小梅给妈妈说起了卢克的事。作为过来人，辛妈看出了女儿对小木桶有意思，不过辛小梅狡辩说，直觉透过卢克看到老西部文明的一面，这对一个13岁人已经够深刻了。10几岁，宝贝，你只有8岁，但等她23岁，我就18岁了。没想这小姑娘已经想到这么远的事了。辛妈觉得女儿的路还很长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。不过她自己就嫁给第一任男友，这话也没有说服力。晚上，辛小梅和卢克
克一起合奏，这可吓坏了辛巴。合奏乐章可就是爱情的开始啊！无奈辛巴现在全心全意都在海狸身上，并不关心女儿的动向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推演，发现还是没有办法绕过海狸，且将桌上所有东西都摔在了地上。虽然丈夫在气头上，辛巴还是觉得该他说说孩子的情况。他们已经变成青少年了。Lisa 和那男孩在一起，再看看麦基，可不是嘛？小新都已经学会跳热舞了。这天，小梅发现晚上有舞会，告别老牛仔后，她听见卢克的声音。好了，那就今晚见了，我会把第一支舞给你留着的。我也爱你，克莱拉。听到最后一句话，小梅惊呆了。她有女朋友了，我觉得我太傻了。说罢，她又回房间哭了起来。之后又独自骑马在林间行走。她现在沉浸在深的悲伤中无法自拔，阴阳怪气说：“我叫克莱拉，我和卢克已经认识至少5天了。”到岔路口时，一个女孩迎面走了过来，询问小梅她身后这条路是否去懒汉农场。本想回的小梅一看女孩身上到处写克莱拉，就立刻话锋一转，表示另一条路能更快到达。女孩没有防备，就踏上了条荒无人烟的小路。看女孩离去的背影，小梅得意极了。副组长最终还找到了对付海狸的方法，他们搬来很多木质家具放在一旁，引诱海狸们到岸上来啃。这小家伙们果然上钩了。趁着这段时间，副组长连忙开始清理河道，清理了不少细枝后，辛巴想到应该有一根主梁。果不其然，小新发现一根粗壮的树枝，将它拔出之后，所有的树枝全被冲走了。水流过后，那些土著居民帐篷也显露了出来。首领很感谢父子俩重建他们的村庄和生存方式，并诚挚邀请他们成为部落中尊贵的族人。舞会的时候，小美如愿和卢克跳了舞，因为克莱拉没来，卢克有些郁闷。小美自然是知道怎么回事，安慰他说应该是迟到了或者不来了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你是多么特别。听起来不像是我妹妹会做的事啊。妹妹，也就是说她不是你的女朋友？废话，州政府2年前规定这种事不合法的，这下误会闹大了。小美急急忙忙拉上哥哥离开了。在路上，小美向哥哥解释了事情的经过。刚走曾经被海狸占据那条河前，他们就听到了求救声。只见开拉一个人站在石头上，说自己不会游泳，河流湍急，显然不能游过去。这时小新看到老乡是海狸，他快速挑衅了一番后，爬上一棵大树。海狸们果然如他所料，抱着树干就啃了起来。大树刚好就倒在克莱拉的旁边，他顺着树干成功抵达了岸边。小妹很抱歉自己误以为她是卢克的女友，就给她乱指路。得知这么一回事，凯拉有些生气。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比男生更重要。只是他这话刚说出口就被打脸了，对小新就说：“你好啊，帅哥。”到回家的时候了，临走之前，卢克前来送行。他又从妹妹那里知道小妹是如何救他的。得知凯拉并没有将指路的事情告诉他，于是小妹自己把真相说了出来。卢克听到他竟然为了自己去伤害妹妹，立刻变了脸色，严厉地说：“真是卑鄙！你就是我们家族逃离城市想躲避的那种人。”初恋就这样夭折了，小妹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不过做坏事终究会自食恶果，这也是意料之中。金妈安慰女儿：“爱就这样，倒是怀疑、痛苦和变数。但某天你会遇到一个深爱的男人，刻骨铭心。”回家路上，小新打开了电台，想看看爸爸的歌是不是已经下架了。确实是下架了，不过现在大儿的歌还是大卫出品的，与老谋子发生关系。听着魔仙曲调，全家人觉得可以在农场再待1个星期。关于爱情，世界上人从来不吝啬对他的赞扬，歌颂他的美好、纯洁，带给人以无声的快乐。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另一面，却代表丑陋、猜疑与痛苦。就像新小妹，她会因为爱上一个人而爱上一个地方，但也会因为一个人而去伤害另一个人。爱情是美好的，若是想让爱情保持始终如一的美好，就应该以同样美好的心灵去浇灌，不择手段的求取，就算得到，也会失去了本味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